果不其然，忽然之间，那围殴赵宇的人群如惊弓之鸟一般猛然散开。而当人们散开之后，很多人的脸上都涌现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而仔细一看，不明真相之人皆是大吃一惊。此刻的赵宇躺在地上，衣服都没了，一丝不挂，并且鼻青脸肿的浑身是血。他已经死了，怎么会这样？这就死了？许多打了赵宇的人都被吓坏了。他们明明没有用力啊，而赵宇好歹是6平5地，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被打死？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别看赵宇表面上看什么事都没有，但实际上是身受重创之人，连1平5地打他都挨不住，更何况那些对他出手的人里，有3平5地、4平5地、5平5地，甚至还有6平5地。面对那么多人的狠揍，赵宇怎么受得了？不死才奇怪。然而此刻，楚风却是冷然一笑。其实他已经控制住了赵宇，完全可以让赵宇当众自杀，但楚风没有那样做，他就是要让赵宇被人打死。这样众目睽睽之下，赵宇被打死，不仅会让楚风摆脱责任，还会让天道府树立敌人。毕竟先前对赵宇出手的老怪物，可是一群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本身实力强横，而寿命又快要到了终点，反正离死不远，他们也没什么可怕的。而什么人最可怕？不怕死的人最可怕。是谁？是谁杀了我天道府的长老？此刻忽然有位天道府的长老大声呵斥起来。不管怎么说，赵宇都是天道府的当家长老，当家长老被人打死，他们根本不可能坐视不管。但是天道府在场的实力最强的岳灵长老此刻却并没有说话，他还在对之前赵宇对他的侮辱而怀恨在心。当然他并不知道，其实那些话并非是赵宇所说，而是楚风说的。若是让他知道，估计他会更加的生气。不过可惜，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真相。他如此贪心，一个人吃掉上千个蟠桃，就算死了也是死有余辜。就是寻常人吃掉10个蟠桃都会死，他一个人吃掉上千个蟠桃，不死才怪。依我看，他不是被人打死，而是被蟠桃毒死的。没错，就算有什么地图，可一个人也不可能吃掉上千个蟠桃。而且大家都看到了，从我们看到赵宇的时候，他就狂妄自大，神志不清，根本不正常。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中毒，只是还没有死而已。一时之间，先前打过赵宇的人全部开始推卸责任，干脆将赵宇的死推卸给他吃掉了上千个蟠桃的身上。而此刻天道府也是没有办法，在场的很多大人物几乎都动手打了赵宇，若他们要追究，也是追究不过来的，反而会得罪了他们。他们真没必要为了一个已死之人得罪这么多老怪物。一时之间，天道府也是不知如何是好，该死了，活该。而此刻王强则是吐了一口唾沫，对赵宇的死感到很是高兴。你说什么？听得此话，本就郁闷的天道府之人将那愤怒的目光投向了王强。难道他说的不对吗？如此卑鄙之人，活着也是祸害。他先前对我做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你天道府不仅不惩罚他，如今他死了，你们居然还要替他伸冤，这就是那传说中替天行道的天道府。我呸！此刻楚风也是开口了，他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天道府。没错，赵宇对楚风小友做的事情，我们都亲眼看到了。这种人本就该死，你天道府不杀他，还要替他伸冤，真是让我等失望。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天道府。楚风人心所向，再加上赵宇人心尽失，许多人满肚子的火还没地方撒，现在刚好撒在天道府的身上。你！这一刻，天道府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的确理亏。楚风，赵宇没能杀死你，并不可惜，因为老夫将亲手杀死你。然而就在此刻，一股磅礴的杀意忽然在人群之中席卷开来，那杀意之强，将许多强者都硬生生的震散，最终覆盖了这浩瀚的空间。此刻，一道身影浮现而出，看到这位身影，许多人都是眉头紧皱，赶忙退散开来，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过此刻，天道府的人脸上则是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因为那位是一位远古精灵，不是别人，正是仙玉音的伯伯，那位6平5地。这下糟了！王强四也猜到了那远古精灵的身份，顿时一脸的惊慌。事实上，就连地狱府那些有心想帮楚风的长老们，此刻也是一脸的不安。远古精灵何其强大的存在，德狱府都不敢招惹，那便没有人敢招惹。若是天道府想对付楚风，很多人都会帮忙，但若是这位对付楚风，很多人便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今日我要杀这楚风，若有人胆敢阻拦，我便让他与楚风陪葬。果不其然，仙玉音的伯伯也知道有人想帮楚风，所以他先来了一个下马威。说出此话之际，他将那杀机毕露的目光扫向众人，没有一个人敢与他对视。见状，天道府的众人嘴角再度掀起了一抹冷笑，他们心想，都说恶人自有恶人磨，这楚风如此嚣张，让他们多次吃亏，而现在终于有人替他们收拾这个楚风了。我放了你一条生路，想不到你如此不珍惜，竟然还敢来送死。既然来了，那这次我可就不会再放你走了，你就去陪你那不争气的侄儿仙玉音吧。可不曾想，就在所有人觉得楚风大难临头之际，楚风却面带微笑，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你说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莫说旁人，就连仙玉音的伯伯此刻也是一脸吃惊。他本来以为当他出现后，楚风会满面惊恐，因为身在此处，楚风也是逃无可逃，乃是必死无疑。可是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不仅没有害怕，反而说要杀了自己。难道是自己听错了不成？我是说我要杀了你。楚风再度补充道。我是说我要杀了你。楚风再度补充道。楚风这话说的轻描淡写，可众人听到此话后，皆是身躯一颤，面色一僵。虽然很多人没有亲眼见到楚风击杀仙玉音，可却也听说了那件事情。楚风杀了仙玉音之后，明明转身就逃，被仙玉音的伯伯吓得屁滚尿流。是练兵仙人出手，
楚风才得救的，否则早就被仙玉英的伯伯杀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居然说是他放过了仙玉英的伯伯一马，未免太大言不惭了吧？楚风，你是傻了不成？居然敢对我说这种话！之前若不是练兵仙人出手，你早就死在了我的手中。杀我，你也配？仙玉英的伯伯大声说道。配不配的，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楚风一脸的不以为然，且看向仙玉英伯伯的目光之中，竟然满是轻蔑之色。混账！我今日不将你碎尸万段，就枉为远古精灵。忽然，仙玉英的伯伯出手了。虽然说是出手，可实际上他并未出手，只是意念之间，滚滚武力便为其所用，铺天盖地的向楚风席卷而去。一切来得太快了，此刻除了六品武帝者，许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可是明明还有很多人站在楚风左右，他们都感受到了浓浓的杀机。此刻若是这一击击中的话，不仅楚风有事，还会有许多人为楚风陪葬。因为就算如同皇冠长老等人有抵挡此击的能力，可他却也不敢出手去挡，只能选择独自逃脱。给我散！然而就在此刻，楚风眼中雷霆闪烁，雷霆羽翼与雷霆铠甲一同浮现而出。楚风同样动都没动，只是怒喝一声。当那声怒喝炸响之际，仙玉英伯伯的攻击竟然化作滚滚涟漪，在楚风的身前滚动，却无法前进分毫，被挡下了。仙玉英伯伯的攻击被楚风挡了下来。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大吃一惊，因为他们都发现楚风此刻的气息竟是一位4品武帝。素闻楚风的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能够提升2重修为，那这样算来，楚风的真实修为就不是之前那些人说的1品武帝，而是2品武帝。可是楚风的就算是2品武帝，通过2种手段将修为提升到了4品武帝，也不可能是6品武帝的对手啊。但是先前当楚风释放出威压的那一刻，人们竟然纷纷觉得楚风的威压要比仙玉英的伯伯还要恐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5品战力，楚风小友，你莫非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此刻倒是那皇冠长老发声问道。没错，正如前辈所见，我的确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楚风点头说道。什么？逆战5品？楚风竟是逆战5品？听得此话，本就惊呆的众人此刻更是一脸的吃惊，倒不是说他们太没见识，实在是逆战5品太过恐怖。寻常武帝只有逆战3品的战力，逆战4品都是神话，楚风竟然拥有逆战5品，那就是独一无二的。此刻莫说旁人，就连仙玉英伯伯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他是6品武帝，拥有逆战3品战力，而楚风是4品武帝，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二者虽然乍一看实力差距极大，可是楚风的逆天战力却弥补了楚风境界上的差距。如今的真实战力与其一模一样，难怪如此嚣张。但你杀我侄儿，我必要你血债血偿。可是哪怕如此，仙玉英的伯伯也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再度向楚风发动了凶猛的攻击。可不管是怎样的攻击，他都无法伤到楚风分毫，就算是再凶猛再霸道，也是会被楚风抵挡开来。到了后来，仙玉英的伯伯甚至动用了半成地兵，但依然无法压制楚风。得尽仓明斩。忽然之间，楚风大喝一声，连续施展出了的尽仓明斩的9斩，而就是第9斩，不仅破开了仙玉英伯伯的攻击，更是斩断了其一条手臂。这一刻，众人皆是满面呆滞，已是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内心起伏之间涌现出的是无比的震撼。就算楚风是逆战5品的战力，可也只是与仙玉英伯伯实力相同罢了。可是二人一番交手下来，为何楚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甚至仙玉英的伯伯连半成地兵都动用了，而楚风乃是赤手空拳。但就是这样的楚风，却斩断了仙玉英伯伯的一条手臂，不仅手臂斩断了，其手中本握着的半成地兵也一同掉落于地。忽然之间，仙玉英的伯伯大吼一声，他倒不是因为断臂之痛而吼，乃是无比的愤怒而吼。而在怒吼之际，他的掌心一翻，顿时天摇的晃，一把金灿灿的大斧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地兵，那是一件真正的地兵，地兵的威压无与伦比。当这把金灿灿的大斧头出现之后，仙玉英伯伯的气息也是顿时提升许多，竟在无形之间开始压迫楚风。楚风实力再强又能如何？我有地兵在手，你的小命我是非取不可。自打出手，仙玉英的伯伯便一直被楚风压制，显然他也是极为的憋闷。而他一直没有用地兵，就是不想当众丢人，毕竟就算靠着地兵胜过楚风，那也是胜之不武。可是事到如今，他也是没有办法，不管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可也必须承认楚风的实力很强，要在他之上。若是在碍于面子而不用地兵的话，那么死的可能就是他。而眼下既然用了地兵，仙玉英的伯伯也是再度的底气十足，心中的憋闷终于得以爆发出来。这下真是糟了。此刻希望楚风能赢的皇冠等人皆是眉头紧皱，因为地兵的力量实在不容小觑。若是2个实力相近之人交战，其中一人拥有地兵，那么只是这一把地兵便足以扭转战局。楚风，看你这次还不死！天道府的众人则是心中冷笑起来，他们一直希望楚风死，但之前楚风的表现，就算是他们也是刮目相看，都以为楚风死不了了，本来还很失望，但现在他们终于又见到了希望。地兵是吗？可不止你有。然而就在此刻，楚风忽然掌心一翻，一道银光闪烁之际，那盘龙怒斩已是出现在了楚风的手中。盘龙怒斩一出，顿时龙吼响彻天地，而一股磅礴的威压更是自楚风体内散发开来，顷刻之间便逆转战局，将那本压制楚风的威压也先翻开来，开始压迫向仙玉英的伯伯。莫非那也是地兵？楚风他竟然也有地兵了！此刻众人之脸色一个个的那叫一个精彩，地兵之威绝对错不了，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但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楚风竟然拥有地兵，尤其是天道府的岳灵长老，此刻心情那叫一个复杂。
想他修炼了数千年，如今乃是6品武帝，贵为天道府的当家长老，可是他却连一件地兵都没有。但是楚风这个修武不过10几载的小鬼，竟然已经有了地兵，这叫他是何其的羡慕与嫉妒。盘龙怒斩，大人，您看，楚风那地兵好像是传说中的盘龙怒斩。忽然有天道府的人惊呼一声，而仔细一看，岳灵长老的脸都快绿了。楚风此刻手中的银色地兵，可不就是与传说中的盘龙怒斩一模一样吗？而天道府那位的惊呼，其实许多人都听到了，他们也都听说过盘龙怒斩的大名，此刻皆是一脸的吃惊。盘龙怒斩，威名极盛，那可是传说中兽帝黑龙王的地兵啊！可就是这样的地兵，此刻怎么会落入楚风手中？楚风手中的是地兵，绝对不假。可那真是传说中的盘龙怒斩吗？此刻不免有人怀疑，毕竟盘龙怒斩太过出名，自兽帝死后便没有出现过，如今忽然出现，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的。而就在众人之际，楚风手中的盘龙怒斩再度发出了一声怒吼。这声怒吼之后，仙玉英伯伯手中的地兵竟然微微颤动，就像是胆怯了一般。此刻仙玉英极力的想要掩饰这种情况，总不能还未交手就先输了阵势。可是只有一只手的他根本无法掩饰地兵的反应，甚至就连紧握地兵巨斧的那只手也开始随之颤抖起来。你们快看，那位手中的地兵竟然在颤抖，是害怕了？他是被楚风手中的地兵给震慑到了吗？居然能够震慑到其他地兵，这绝对不是寻常的地兵！天哪，难道楚风手中的地兵真的是传说中的盘龙怒斩？此刻众人惊叹连连。屁！我就不信这个邪！眼见着所有人都倾向于楚风，甚至忽略了自己。仙玉英的伯伯再度怒火中烧，说话之间猛然挥动起了手中地兵巨斧，此斧一出，虚空都被斩切出了巨大的裂痕。那恐怖的斩击让所有人都是面色一僵，死亡的气息从未如此之近。莫说旁人，就连皇冠长老这样的人物，此刻也是感觉自己怕是大难临头。而这一切只因仙玉英的伯伯这斧头太过凶狠，不仅要杀楚风，那与楚风相邻于万米之内者都是要死。给我破！然而就在此刻，楚风说中的盘龙怒斩猛然一挥，又是咔嚓一声，又是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痕浮现而出，两者相对，不仅轰鸣四起，这方天地都是一阵昏暗，所有人的视线都被遮挡了，是空间碎裂了。这方天地的空间被楚风与仙玉英伯伯的对决给震碎了，直到碎裂的空间恢复，人们的视线才得以恢复。当人们发现自己安然无恙后，顿时欣喜若狂。楚风这一边并没有人受伤，楚风成功的挡下了仙玉英伯伯的攻击。然而就在此刻，阵阵刺耳的咳声响起，那是自仙玉英伯伯的方向传来。定目一望，人们又是目瞪口呆。仙玉英的伯伯此刻已然从半空跌落于的，不仅如此，他此刻更是血肉模糊，伴随着咳嗽，口中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喷洒而出，虚弱至极，简直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败了，仙玉英的伯伯败了。这与楚风的地兵对决只是一击，他便败得如此彻底。可是尽管此刻仙玉英的伯伯状态很惨，可除了天道府之人外，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同情之意。因为此人虽然乃是高贵无比的远古精灵，可实在太过狠毒，先前与楚风交手，多次下手毒辣，若不是楚风出手挡下，不知道有多少无辜之人会被他杀死。这种人为达目的，不管他人死活，就算活着也是一个祸害。此刻很多人都希望这个家伙去死。至于楚风，也是手提盘龙怒斩，一步一步的来到了仙玉英伯伯的近前，问道：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楚风，你不能杀我，我是远古精灵，你若杀我，就是要与远古精灵作对。你可以与4大地族作对，但我劝你不要与我远古精灵作对，因为整个5之圣土上没有人敢与远古精灵作对，就算是3府也不敢。你胆敢与我远古精灵作对，那就是自寻死路。不仅你要死，你身边的所有人都要死，逃到天涯海角都没用。仙玉英的伯伯恶狠狠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一僵，他很意外，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仙玉英的伯伯之前杀气那么重，搞了半天也是一个怕死之人。不得不说，楚风对他很是失望。而楚风这一僵，则是让人们以为楚风怕了。的确，对方可是远古精灵，有谁不怕？别人不知道，但是3府可是非常清楚。仙玉英的伯伯说的并非大话，远古精灵的能量的确就是那样强大。若是得罪了远古精灵，楚风的确是必死无疑。怂了吧？倒是杀呀！我看你敢不敢杀？杀了你也是死，不杀你也是死，这就是你得罪远古精灵的下场。见楚风犹豫，天道府的许多人心中都在这样冷笑着。仙玉英伯伯先前的话，忽然让他们恍然大悟。楚风得罪了远古精灵，无论如何都是死路一条，而他们很乐意看到楚风落得这样的下场。楚风，你现在向我跪地求饶，向我死去的侄儿道歉，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仙玉英的伯伯再度说道。显然他也以为楚风是怕了，所以他说这话的时候，不仅不再像先前那般装腔作势，竟然还底气十足。然而这一刻，楚风却是一阵大笑。你笑什么？楚风这一笑，顿时让仙玉英的伯伯感觉莫名其妙。楚风不是怕了吗？怎么此刻会这样大笑？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你很可笑。楚风说道。我可笑？听得此话，仙玉英的伯伯顿时一愣，从他那呆滞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是真的不理解楚风这句话。直到片刻后，他才觉得应该是楚风不清楚远古精灵的实力，不相信他说的话。于是他补充道：楚风，你千万不要小看我远古精灵，我远古精灵的能量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听得此话，楚风又是一笑，随后说道：你远古精灵的能量我的确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不清楚。什么事？仙玉英的伯伯战战兢兢地问道。
他从楚风那有恃无恐的态度中意识到了事情的有些不对，于是发自内心的开始感到不安。我已代表青木山与你远古精灵联盟，而这个联盟是你们的国王陛下亲自提出的。楚风说道。你说什么？听得此话，仙玉英顿时大惊，惊讶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连他都是如此，那些围观之人此刻的表情就更是精彩不已。楚风竟然与远古精灵联盟了，还是国王陛下亲自邀请，真的假的？若是真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楚风已是如此强悍，若是还有远古精灵做其后盾的话，那日后在这5只圣土，还有谁敢与楚风作对？另外，我在进入月下迷宫之前，我见到了你远古精灵的落空大人，他不仅知道了我杀死仙玉英的事，还告诉我，若是再遇到你，我有权代替远古精灵杀了你。楚风说道。楚风说的是实话，他临走之前，落空大人曾特意嘱咐过楚风，仙玉英的死，远古精灵不会追究，叫楚风不必放在心上。至于仙玉英的伯伯，他们日后也会进行暗杀，因为仙玉英的伯伯本身就是远古精灵的一个罪人，在外逃脱多年，只是精灵国王仁慈，没有对他赶尽杀绝罢了，否则以远古精灵的能量，怎么会抓不到他？但是精灵国王曾对落空大人亲口说过，楚风的重要性大过远古精灵的性命，所以如今仙玉英的伯伯竟然想杀楚风，所以落空大人便当机立断，决定除掉仙玉英的伯伯，毕竟他是远古精灵的元老，有这个权利。而楚风也曾问过，若是他遇到仙玉英的伯伯，可否亲手杀了仙玉英的伯伯？而落空大人的答案是绝对可以。所以眼下楚风是真的打算杀掉仙玉英的伯伯，这可并非是开玩笑，因为楚风要当众立威，让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是谁，只要与他作对，他都不会轻饶。你开什么玩笑？你不过是一个区区一个人类，我远古精灵怎么会允许你杀我？仙玉英伯伯这话说得很硬气，可实际上他也是真的慌了。首先，他是在楚风的眼中看到了浓烈的杀意，对方是杀意已决，他今日的确是在劫难逃，并且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在外人眼中，他虽贵为高高在上的远古精灵，可实际上他是远古精灵的罪人，一直在逃脱远古精灵的追捕。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已不是真正的远古精灵，但同时他也真的是不相信楚风的话。不管怎么说，他都是远古精灵，就算被抓到会受惩罚，但罪不至死。而楚风一个区区人类，凭什么杀他？还是远古精灵允许的？这怎么可能？楚风可是杀了仙玉英的，这是有很多人看见的，铁证如山啊！就算他是罪人，可仙玉英不是啊，仙玉英可是远古精灵的栋梁。在仙喵喵之前，远古精灵最强的小辈天才，甚至4大元老曾推断，仙玉英万年后的成就并不会逊色于精灵国王。这样一个优秀的天才，远古精灵本打算重点培养。事实上，他帮仙玉英对付张天翼父子，也是看中仙玉英在远古精灵的地位。他是指望日后仙玉英崛起了，靠着仙玉英让远古精灵撤销对他的追捕，恢复他的身份的。可就是这样的仙玉英，却被楚风这个人类所杀。远古精灵不将楚风碎尸案断以示仁慈，怎么可能宽恕于他？甚至还允许楚风杀自己。他不相信，他是真的不相信。对于这种事情，就算打死他，他也是绝对不会信的。你信或不信，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是非杀你不可。楚风说话之间，手中的盘龙怒斩猛然挥动，当一道银光划过之际，一道鲜血也是喷洒而出。仙玉英伯伯的丹田已被楚风的盘龙怒斩洞穿。随后，楚风手中的盘龙怒斩再度挥动，又是一道银光划过，这一次鲜血更加汹涌，竟在半空划过一道弧度。而下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就连大咧咧的王强此刻也是张大着嘴巴，宛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那里。仙玉英的伯伯死了，被楚风所杀，不仅是取其性命那么简单，而是将其拦腰斩切，斩成了2半，死无全尸。一番震惊之后，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楚风真的杀了仙玉英的伯伯，杀了一位6品武帝。楚风莫非是疯了不成？这楚风未免太过胆大妄为，莫非他真的要与远古精灵作对吗？而人们之所以这样想，那是因为人们都与仙玉英的伯伯一样，他们并不相信楚风的话，他们都还觉得楚风斩杀了仙玉英的伯伯是要惹上了天大的祸端。可是仔细一看，人们又是一惊，楚风在斩杀了仙玉英的伯伯后，神情竟然没有丝毫变化，就好像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一样。这个年轻人的心性未免也太强大了一些。我说楚风啊，你也太波澜不惊了吧？那可是远古精灵啊，你说杀就杀。此刻王强走了过来，他想杀我，难道我不能杀他？楚风不答反问，他是该死，可是他毕竟是远古精灵，而且还是6品武帝，在远古精灵里，他的地位也应该不小才是。王强说道。楚风没有立刻回答王强，而是环顾四周，他发现此刻众人的目光多半与王强一样，甚至比王强还要夸张，就好像在说仙玉英的伯伯杀楚风可以，但楚风绝对不能杀仙玉英的伯伯一样。莫非诸位都觉得我不该杀他？楚风对众人问道，并没有人回答。虽然远古精灵不好惹，可楚风显然也不好惹，所以他们也不想得罪楚风。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们，而是应该问你自己。此刻道士岳灵长老开口了，而他这一开口，语气之中满满的都是讽刺之意。问我自己。楚风淡淡一笑，楚风小友，我多了不说，只送你一句话，做事要分轻重，做人更要有自知之明。岳灵长老再度说道。他此话一出，天道府的许多长老都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至于其他人则是默默不语。可是楚风知道，这些人的心中大概也都是这样想的吧。我楚风虽是小辈，可并不是粘板上的鱼肉，绝对不会任人宰割，所以不管是何人，只要他想是杀我，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楚风此话说出，寒意四射，这方天地的空气瞬间降低数度，又因为他的雷霆铠甲还在，所以那股寒意不仅只是寒了，
实际上是相当的可怕。莫说旁人，就连岳灵长老这种六品武帝，也是顿时神情一紧，眉头紧皱起来。这一刻，他如梦初醒，连仙玉音的伯伯都不是楚风的对手，显然他也不是。而连他都是如此，其他人更是冷汗连连。他们也都真正的意识到了楚风的可怕。他们之前只想着仙玉音伯伯的靠山如何，却忘记了楚风自身实力的恐怖。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辈，而是能够斩杀六品武帝的小辈啊！所以感受到楚风的含义后，连他也不敢说话了。还有，其实我也知道，诸位都觉得我不该杀仙玉音的伯伯，而大家之所以会这样想，无非就是觉得远古精灵不好惹。可是，若是大家这样想，那也就是说明大家都打心眼里觉得，之前我楚风说远古精灵与我是盟友，落空大人亲自说让我杀了仙玉音的伯伯是假话，你们都觉得是我楚风在撒谎。楚风再度扫向众人，而这一次，没有人敢正视楚风的目光。虽然他们是这样想的，但可没有人敢这样承认。事实胜于雄辩，我楚风是否是撒谎，诸位日后便会知晓。楚风再度说道。听得此话，众人又是神经一紧，因为楚风这话说得如此随意，反倒不像是在撒谎。莫非楚风所说是真的？可这一切若是真的，未免也太可怕了一些。此刻，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中，不仅有畏惧，还涌现出了别样的色彩。哪怕那些见多识广、现在快要死去的老怪物们，此刻也是如此。这个小辈的确是令他们刮目相看。说出这番话后，楚风也不再理会众人，而是将仙玉音伯伯身上的乾坤袋以及他的那把地兵巨斧收了起来。这些都是远古精灵的财物，楚风就算不私吞，也不能置之不理。他准备还给远古精灵。至于仙玉音伯伯的尸体，楚风也收了起来。不管怎么说，他都是远古精灵，楚风准备交给远古精灵处置。如果远古精灵说这个家伙的尸体任由楚风处置，那也更好。不管怎么说，都是六品武帝，他的本源肯定不错。等蛋蛋苏醒，可以用来炼化。总之，他的尸体有用，并且价值不菲。楚风小友，你手中这把地兵，莫非真的是盘龙怒斩？此刻，德玉府的皇冠长老走上前来，指着楚风的地兵问道。首先，他是想打破此刻这尴尬的局面；其次，他是真的好奇。不瞒前辈，这的确是寿帝前辈生前所用地兵，盘龙怒斩。楚风点头道。听得此话，众人又是面容一变，就连皇冠长老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才问道：楚风小友，莫非你是寿帝的传人？我并非寿帝传人，只是得到了这盘龙怒斩而已。楚风解释道。而楚风此话一出，那对楚风无比羡慕的岳灵差点没气得吐出血来。明明已经得到了寿帝的地兵，居然还说自己不是得到了传承，而且还用之字来形容，这也未免太气人了一些。要知道，他连普通的地兵都没有，可是楚风得到了这样大的机缘，却说的这样微不足道，这实在是太气人了一些。楚风小友不仅天赋异禀，更是有大机缘者。依我看，吾知圣土帝王之位，非你莫属。皇冠长老说道。那可不一定。然而此刻，王强则是开口反驳，随后满脸自信地说道：虽然楚风是我的好兄弟，但这个时代的帝王却应该是我王强。而他此话一出，人们顿时嘘声一片，甚至有人当众嘲讽王强不要脸。你们这群人真是狗眼看人低，我好歹也是赤帝传人。王强说道。骗鬼去吧你！众人根本不信。是，事实胜于雄辩。我王强是否是撒谎，诸位日后便会知晓。王强学着楚风的语气说道。可是楚风这话说的霸气凛然，让在座之人肃然起敬，心生畏惧。可是王强这话说的词虽是一样的词，但众人却是一阵大笑。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家伙虽然不要脸，但也的确是个活宝。然而就在众人嘲笑王强与王强争辩的时候，众人进入此处的大门却是猛然关闭。见到这一幕，众人顿时一愣，有些不知所措。而楚风则是眉头紧锁起来，那门本来一直打开着，所以不断有人进入此处。现在这里的人已然不止数百万，而是达到了1000多万人。而这门之前没有关闭，便说明他本不会关闭，可现在他却忽然关闭了，便很不对劲，多半说明是有人在控制这门，而这很可能是暗殿之人要有行动了。看，让你吹牛皮，连门都被你气得关上了。忽然有人指着王强说道。而那位此话一出，众人则是一阵大笑。诸位，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因为一场危机很可能要降临此处。就在此刻，楚风忽然开口了。楚风此话一出，众人顿时神经一紧，因为楚风这话不仅说得很是大声，语气更是极为凝重。可人们却不明白，好端端的怎么就有危机了呢？而皇冠长老更是主动问道：楚风小友，你这是什么意思？先问一句，诸位可听说过暗殿？楚风问道。暗殿听过呀，是那个在西门地族曾出现过的神秘势力吧？众人纷纷说道。虽然暗殿一直暗中行动，可是西门地族的那件事，众人记忆犹新，几乎所有人都听过暗殿之名。此事事关重大吗？我便长话短说，现在有一种可能，众人手中的地图都是暗殿散播的，而他们散播这地图，就是想将大家引到此处。至于他们为何要这样做，那也是有着明确目的的，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死在此处。楚风说道。不会吧？此刻人群顿时炸开了锅，有的人满面惊恐，有的人则是半信半疑。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消息都是非同小可。死永远是最敏锐的话题，更何况关乎自己的生死。我并未欺骗大家，此处有一座杀阵，随时可能运转。若是那杀阵运转，我等都要死在此处。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皇冠长老问道。事到如今，我只能实话实说，这件事远古精灵早就知道。我来此处就是受远古精灵之托，带大家逃过此难，所以我之前选择第7条路，为的也是此事。而这第7条路的大门，就算不用个地图，我也可以打开。楚风说话间，拿出了一个巨大的结界钥匙，
将结界钥匙插入大门之中。只听咔嚓一声，那第7条路的门便被楚风打开了，竟然真的开了。见到这一幕，人们先是一脸意外，随后许多人都开始相信了楚风说的话。毕竟楚风之前执意要走第7条路，而现在又轻松打开了第7条路的大门，这都是事实。但他们却不知道，其实那巨大的钥匙之所以能打开第7条路的大门，那是因为楚风将那地图藏在了钥匙之中。说到底，能够打开那门，靠的还是地图的力量。而楚风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楚风想要以防万一。既然杀阵只能在这里开启，那么只要将这里的人带离此处，就算杀阵开启也是无用。之前没有想到这个主意，是不知道怎么出去。而现在既然第7条路的大门可以随时开启，自然要先用这个万全之策。楚风小友不会骗我们，事不宜迟，大家快走。皇冠长老说道。让我先来。王强这个惜命鬼更是第一个跑了出去。见状，人们都开始拼命的向那第7条路的大门狂奔去，不想白白的死在此处。大家等一等。然而就在此刻，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是岳灵长老。他这句话不仅说得很大声，直接呵斥住了准备离开的众人，更是补充到：我劝大家冷静一下，可千万不要被这个楚风给骗了。岳灵长老，您说什么？听得此话，凡是走进第7条路的人都愣在了那里，而还没有走出去的人也都停止了脚步。诸位，难道你们就不觉得疑点重重吗？既然这里此处危险，那楚风为何不在我们进入此处之前就与我们说，反而现在才说？岳灵长老问道。对啊，楚风小友，你为何不早一点提醒我们呢？众人纷纷问道。此刻，楚风目光微微一闪，嘴角却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他没有立刻回答，反而是笑眯眯地看着那岳灵长老。还有，这里是楚风第一个进来的，而显然他知道通往此处的路。那么早在进入此处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这里有蟠桃树。他既然知道有蟠桃树，那么就算他知道此处的其他秘密，也是无可厚非。楚风现在急着让我们走，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他是在欺骗我们，他想把我们骗走，然后自己独吞此处的宝物。岳灵长老再度补充道。对于岳灵长老的这番话，并没有人表示认可。可是除了的玉府以及王强之外，许多已经走进第7条路的人又默默地走回了蟠桃树所在的空间。虽然他们没有表示赞同岳灵长老的话，但是他们这番举动已经证明他们心中所想与岳灵长老一样。楚风，你现在无话可说了吧？岳灵长老再度对楚风问道。看向楚风之时，眼中还有着一抹得意，因为自大一开始，人们就一直帮着楚风说话，而现在他知道人们已经开始倾斜于他。无话可说？我为何无话可说？楚风淡淡一笑，这才说道。首先，我那个时候什么都证明不了，我告诉大家不要进入此处，说此处有杀阵，有谁会信我？你们扪心自问一下，若是在那个时候自觉会信我的，那就请举手示意一下。楚风此话一出，倒是有人默默举起了手，可是只有1000多人，而在这里的人数却是上千万，而那些没有举手的人也都没有说话，因为扪心自问，那个时候楚风若是告诉他们不让他们进入此处，他们绝对不会听。眼见着岳灵长老也是没有举手，楚风又是一笑，继续说道。若是那个时候你们不信我，那我叫你们随我去第7条路，你们会随我去吗？这一刻，就连先前举起手来的1000多人也是纷纷落下了手，此刻一个举手的都没有了。因为之前在第7条路的门口，他们都感受到了第7条路的可怕，感觉进入其中必死无疑，而他们都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自然没人随楚风进去。那请问我那个时候如何劝大家离开？既然明知道劝大家无用，为何还要劝？为什么不在能够证明我的时候再证明给大家看？楚风问道。没有人回答，因为他们也清楚，那个时候楚风劝他们的确没用。一时之间，那些先前进入第7条路，然而刚刚又退出来的人，皆是满脸的自责。那么现在，你们愿意跟我走吗？楚风问道。大家可要想清楚啊，这月下迷宫可是宝贝无数的。然而楚风话音刚落，岳灵长老便补充了一句。本来楚风问完之后，有很多人都动心了，但是岳灵长老此话一出，所有动心之人都又犹豫了。最终只有1万多人走了出来。1万多人虽然不少，可是对比1000多万人，实在是不多。看来楚风这个万全之策注定是要失败了。好，我感谢所有愿意相信我的朋友，因为你们相信了我，我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楚风对那些已经走入第7条路的人说道，随后又对皇冠长老和王强说道。皇冠长老，王强兄，麻烦你们带着这些人离开月下迷宫，原路返回即可。这第7条路虽然气息凶残，可实际上绝对安全。楚风小友，难道你不打算与我们一同走？皇冠长老问道。虽然他们不相信我，可我却不能置他们的死活于不顾。楚风说道。但若是那杀阵阵的存在，你留下也是于事无补啊。皇冠长老说道。我另有他法，只是不敢保证此法一定有效，但我总还是要一试的。楚风说道。楚风，他们都不相信你，简直是无可救药，他们就算死也是活该。你不如就让他们去死好了，何必管他们？王强说道。他这话说得很大声，是在侮辱留下的人。而此刻留下的人们脸色也的确很不好看，他们也都觉得不听楚风的，有点辜负楚风的好意。可是没办法，他们不想白跑一趟，毕竟他们也都怀有私心。他们可以不相信我，但我绝对不能弃他们而不管，这是我的责任。楚风笑着说道。他并没有生气，就仿佛这样一幕他早有预料一样。而见楚风这般，人们就更加惭愧了。责任真是可笑，明明就是被我说中了，所以干脆破罐子破摔不走了。因为你还舍不得此处的宝贝，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被这个家伙欺骗。岳灵长老见众人心生惭愧，再度挑拨离间的说道。而岳灵长老此话刚落，忽然一道雷芒闪过，楚风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岳灵长老的身前，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浮现而出，楚风整个人都是雷芒四射。此刻楚
楚风不仅雷芒闪烁，更是威压凶猛，压迫的岳灵长老连连后退。感受到楚风的杀意，岳灵长老掌心一翻，便取出了一把半成地冰。他是想要先发制人，在楚风没有对他出手之前，便先对楚风出手。然而岳灵长老的半成地冰刚刚举起，只见一道银光闪过，楚风的盘龙怒斩便将岳灵长老的半成地冰给斩切成了两截，在半空飞速旋转之后摔落在地。这一刻，岳灵长老顿时面如死灰，宛如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只能任凭冷汗涌出，顺着苍老的老脸流淌下。只在先前那一瞬间，他就感受到了他与楚风的巨大差距。楚风若是要杀他，他必死无疑，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大胆，竟敢对长老大人无礼！你是要与我天道府作对吗？天道府的人们反应过来，纷纷拔出兵器，指向了楚风。作对又如何？楚风目光扫射，冷声问道。而看到楚风的目光后，那些跃跃欲试的天道府众人竟然纷纷倒退而去，甚至许多人开始瑟瑟发抖，冷汗连连。更有甚者，直接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杀意在楚风那浓烈的杀意面前，他们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连他们之中最强的岳灵长老都不是楚风的对手，他们又能做什么？无非就是送死罢了。毕竟他们都深知一个道理，在绝对的强者面前，人数再多也是无用，而楚风就是那样的强者。楚风，你若是杀了我，就证明你心里有鬼，就算我死了，天道府也绝对不会放过你。岳灵长老威胁道。你觉得我不敢杀你？楚风面色不改，丝毫不惧。与此同时，手中的盘龙怒斩距离岳灵长老越来越近。你岳灵长老紧张的说不出来，一时汗如雨下。他是真的怕死，我要杀你只是一刀的事，但我不会杀你，因为杀了你只会脏了我的手。至于你，我对众人所说的话，谁是真谁是假，自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问心无愧，不怕等。楚风说完此话，便收回了盘龙怒斩，随后来到蟠桃树下，盘膝而坐，闭上了双眼。至于那岳灵长老，则是呼吸急促，喘息连连，不断的擦拭脸上的冷汗。就在先前，他仿佛进入了鬼门关，如今虽然得以脱困，可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一般。忽然，楚风睁开了双眼，因为有人坐在了他的旁边。这一看，才发现王强正呲着大牙冲自己傻笑，一股口臭扑面来。你怎么回来了？楚风问道。你不走，我也不走，谁让我们是兄弟？王强笑嘻嘻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笑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兄弟两个字就足够了。何谓兄弟？平日里无需多言，但危难时刻，愿你患难与共者，便是真兄弟。楚风小友，你不走，老夫也不走。就在此刻，德玉府的皇冠长老也是回来了，紧随其后的玉府的众人也是跟着皇冠长老走了回来，坐在了楚风的周围。最后，所有人都回来了，不过那些回来的人都学着德玉府的人坐在了楚风的周围。很快的，第7条路的门关上了。可是这里的人已经分成了两波，一波是相信楚风的，另一波是不相信楚风的。而这样的景象，则让那些不相信楚风的人更为的内疚与惭愧。诸位，若是觉得此处有宝藏，大可以仔细查看，不用拘束。皇冠长老笑着说道。就连他也是看不下去这些不相信楚风的人，于是忍不住出言讽刺。楚风小友，若是你所说是对的，那么老夫会在临死之前向你跪地认错。忽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道。这位老者满面是伤，可身后却背着一把永不缠绕的大刀，那是一把血刀，虽是半成地冰，可却被这位老者用得出神入化，人送外号血刀狂魔。这血刀狂魔有6品5地的修为，是一个真正的老怪物，名声甚至比岳灵长老与皇冠长老还要大，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存在。只是他的寿命已然不多。而在血刀狂魔之后，又有很多人开始向楚风表达歉意。先前是一些很出名的老怪物级大人物，其后在那1000万人中，几乎有一半人都表示了对楚风的歉意。岳灵长老作为最不相信楚风小友的人，你也总归要有所表示吧？皇冠长老对岳灵长老说道。表示就表示，若是我冤枉了楚风小友，定会给予楚风小友一定的补偿。岳灵长老信誓旦旦地说道。虽然他这话说的心不甘情不愿，可实际上也是认怂了。他不敢不认怂。当先前楚风对他出手那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了与楚风的差距。他真的很怕楚风杀他。然而听得此话，楚风却是一阵轻笑。楚风小友，你笑什么？岳灵长老擦着冷汗问道。他现在是真的怕楚风。补偿？你能给我什么补偿？你拿得出比这贵重的东西吗？楚风举着手中的盘龙怒斩说道。岳灵长老说不出话来。你若是冤枉楚风，就以死谢罪吧。王强插话道。什么？听得此话，岳灵长老顿时神经一紧，面色一僵。不敢。那就是你心里有鬼，间接的承认了你是在冤枉楚风。王强说道。而王强此话一出，足1000多万道目光齐刷刷的投向了岳灵长老，其中许多目光更是冰冷无比。人们之所以会如此惭愧，其实全都是岳灵长老害的。若是岳灵真的冤枉了楚风，不用楚风出手，这些人都会当场将他给生撕掉。而在这种压迫下，岳灵长老只感觉汗毛直立，心生恐惧，只能硬着头皮说道。有何不敢？若是楚风小友所说属实，那我就当场自尽，以我的死还楚风小友的清白。然而就在岳灵长老此话刚落之际，此处便开始天摇地晃，一阵剧烈的颤动。而在那颤动的同时，自四面的墙壁开始闪烁起血红色的光芒，光芒交错，竟形成了一座大网。这一刻，除了楚风之外，所有人都是神情大变，因为在那血红色的大网之中，他们感受到了致命的杀意。杀阵？莫非这就是杀阵？一时之间，人们都慌了，因为那杀意来自四面八方，那血红色的大网更是闪烁着血红之光。至于他们，此刻就如瓮中之鳖一般，彻底的被困在了此处。楚风小友，看来
老夫的确错怪了你，老夫在此向你认错。雪刀狂魔说话间，便要跪在楚风的面前，然而他还未跪下，楚风便如鬼魅一般来到连他的身前，搀扶住了他，阻止他向自己下跪。雪刀前辈，不必如此，我说过，我还另有他法。楚风说道。另有他法？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是雪刀狂魔，在场之人皆是面露喜色。那杀阵的力量，他们都感受到了。若是那血红色的大网席卷而来，他们都将必死无疑。本来他们都觉得自己今日是要命丧此处，本还在为没有相信楚风而感到懊悔，却不曾想楚风会这样一说，并且看楚风的样子，并不像是开玩笑的，所以人们都感觉自己像是在绝地之中见到了一缕生命的曙光。所有人都将目光凝视在了楚风的身上，那目光中满是期待之色。足足1000多万人全部将自己的生死寄托在了楚风的身上。事实上，事到如今，他们也只能选择相信楚风。而在此之际，楚风的双手开始急速变化，随后双掌合并，猛然大喝一声开。刹那间，在众人的脚底下竟然金芒四射。在那金芒四射之际，一层金色的防御罩很快的凝聚而出，笼罩了众人。太好了，我们有救了！而当那金色防御罩出现的一刻，人们更是狂喜，因为当金色防御罩出现的那一刻，那杀阵传来的恐怖气息竟然瞬息不见，这说明这阵法有用。楚风小友，原来你早就在此布下了防御阵法。皇冠长老说道，他也是界灵师，尽管级别不高，可也看得出来，这阵法应该是刚布置不久的才对。楚风小友，可真有你的，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至于此刻的众人，更是纷纷对楚风表示感谢。这防御阵法挡得住这杀阵一时，却挡不住杀阵一世。大家想要离开此处，就必须破开这杀阵。楚风说道，破开这杀阵。听得此话，本是满面激动的人们便纷纷眉头紧皱起来。这杀阵如此恐怖，楚风能够挡住已是不可思议，真的破得开吗？然而就在众人纷纷表示质疑之际，楚风的双手又开始变化，随后在那金色防御罩之外，竟然又出现了磅礴的金色光芒。那金色的光芒出现之后，并没有再度形成防御罩，而是化作了数把金色的大刀，向那血红色的大网斩切而去。一时之间，楚风的阵法与那杀阵交织在了一处，开始相互抗衡。楚风小友好是厉害！见到这一幕，人们更是喜出望外，没有想到楚风的结界之术竟然厉害到了如此地步，能够破开如此古老的杀阵。然而那杀阵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强，再加上楚风之前布置2重大阵，耗费了不小的力量，此刻精神力有些不足。若是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楚风只能催动那阵法与杀阵抗衡，却无法在短时间之内破开那杀阵。无奈之下，楚风只得打开乾坤袋，开始炼化龙纹级结界石，用龙纹级结界石的力量来提升自己的结界之术，以此来和那杀阵抗衡。果不其然，在楚风动用了龙纹结界石后，他所布置的阵法威力也是大增，开始破坏那杀阵形成的血色大网。但哪怕如此，也只是能做到简单的破坏，却无法彻底摧毁那血色大阵。此刻楚风很急，已经开始汗流浃背，甚至连嘴唇都开始发青。哪怕动用了龙纹级结界石，可楚风的精神力依旧消耗极大。他想尽快的破开这杀阵，因为他觉得杀阵能够成功开启，肯定是远古精灵那边出现了什么情况，这是楚风不想看到的局面，所以他必须尽快解决这里的问题，然后去帮远古精灵。只是现在的楚风当真是有些力不从心，这样下去，他不仅破不开这杀阵，怕是自己也将在此处。而眼见着楚风独自一人催动阵法，为了帮助他们逃脱此处，竟然累成了这个样子。那些围观的众人一个个的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此刻对于楚风的感激，唯有他们自己清楚。楚风，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能否再开辟出一座阵眼？让我来帮你。然而就在此刻，王强忽然说道，除非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否则无法帮我。楚风说道。王强得意一笑，随后掌心摊开，一缕金色的结界之力便如一条小蛇一般自其掌心漂浮而出。看到这缕结界之力，莫说是楚风，就连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大吃一惊。那可不是寻常的结界之力，而是龙纹黄级结界之力。王强他竟也是一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哈哈。好，发现王强是龙纹界灵师后，楚风也是大喜，因为现在的他的确需要龙纹界灵师来帮忙。随后便在其身旁又开辟出一座阵眼，且对王强说道，将你的结界之力灌入其中，便可助我破阵。小意思。王强说话间便跳入那阵眼之中，开始向阵眼之内灌输结界之力。而当王强将结界之力灌入阵眼之后，楚风顿时心中一动，这一刻他感觉到了极为强大的力量，就像是一只有力的大手在背后推着他一样。而他知道这种感觉乃是王强给他的。王强的结界之力竟然如此强大，强大到了几乎不输给他的地步。有王强的帮助，楚风绝对可以破开此处的杀阵。而果不其然，当王强加入之后，楚风的阵法威力顿时大涨，阵法所化作的金色刀刃变得异常凶猛，开始大规模的粉碎杀阵，最终将那血红色的大网彻底斩碎。楚风与王强已然成功的破开了此处的杀阵，成功了。然而当人们看着那血红色的大网被那金色的大刀斩碎之后，却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竟那可是月下迷宫内的杀阵啊！楚风真的破解了这月下迷宫内的杀阵，楚风的结界之术真的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诸位，我们安全了。见众人有些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楚风便开口说道。且在说话之间，楚风便撤销了此处的防御阵法，且走到第7条路大门处，再度打开了第7条路的大门。眼见着第7条路成功打开，而楚风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且人们也的确感受不到那杀阵的恐怖气息了。短暂的沉默过后，
人们再度变得狂喜无比。他们知道那沙阵的确是没了，尽管很不可思议，但是他们却知道楚风的确成功了。在一番欢呼之后，人们又疯狂地向第7条路狂奔而去。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人们速度极快，眨眼间足足1000多万人竟全部涌入了第7条路。楚风万岁！楚风万岁！激动之余，有人开始高呼楚风的名字，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欢呼。起初只是小辈，后来就连老一辈的也开始高呼楚风的名字。一时之间，楚风的名字如雷鸣一般响彻在第7条路内。岳灵，你居然还有脸出来？忘记你之前说过的话了吗？然而，忽然之间，雪刀狂魔指着一个人，大喝一声，那声音之响亮，竟盖过了众人的呐喊。这一刻，人们才注意到，天道府的人们竟然也都跑了出来，而为首的正是之前冤枉楚风的岳灵长老。此刻，人们看向岳灵长老的目光之中，不仅满是寒光，更是杀气腾腾。就是因为这个老家伙的挑拨离间，才害得他们差点死在了里面。若不是楚风的话，他们如今恐怕皆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了。所以眼下，人们都是恨极了岳灵。楚风小友，之前是老夫不对，请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这次吧。岳灵长老很是尴尬地对楚风说道，尽管觉得这样说很不对，可是他真的不想死。这种时候，他也只能豁出去自己这张老脸了。然而，对于岳灵的道歉，楚风只是淡淡一笑，根本没有回答他。楚风现在真的是连话都不想与他说，因为楚风知道，不用他出手，这岳灵今日也是要必死无疑。他已然犯了众怒，至于他，现在只想做一个旁观者，亲眼看着这岳灵如何被众人活活逼死。岳灵，你是忘记之前说过的话了吗？若是证明你是冤枉楚风小友的，你可是要以死谢罪的。雪刀狂魔说道。就是，好歹你也是天道府的当家长老，不会想要不认账吧？皇冠长老也是说道。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判岳灵长老，甚至到了后来，就连许多小辈也是开始批评岳灵长老。如同楚风所料，人们就是想要将岳灵活活逼死。大胆狂徒，你是何人，也配指责我们的长老大人？而当小辈开口之后，本沉默的天道府之人终于忍不住了。那些大人物斥责岳灵长老也就算了，但是贵为人族之最强势力的天道府，可绝对容不得小辈在他们的头上撒野。然而，那位天道府的长老话音刚落，忽然一道寒芒闪过，只见鲜血纷飞之际，那位天道府的长老竟被人给硬生生的劈成了2半。是雪刀狂魔，他那本被布条所缠绕的雪刀已被祭奠而出。不仅如此，他更是一刀砍死了那位斥责他人的天道府长老。雪刀狂魔，你天道府的另外一位长老指着雪刀狂魔，怒目瞪圆，本来是想要斥责雪刀狂魔，可是忽然之间却又不敢说下去了，因为此刻的雪刀狂魔满眼杀意，异常的可怕。他怕自己把话说出来，也会被雪刀狂魔所杀死。天道府不用威胁我，我雪某人若是怕死，就不会出手杀你天道府的人。但是楚风小友救了我，便是我的救命恩人。而先前岳灵冤枉楚风小友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今日岳灵若是自杀也就罢了，若不自杀，我就亲手了结他。不仅了结了他，天道府在场的所有人我都要杀。雪刀狂魔恶狠狠地说道。听得此话，天道府的众人顿时神经一紧，许多人更是吓得脸色苍白，瑟瑟发抖。雪刀狂魔向来说的出作得当，而他现在既然说出了这种话，那显然是他已经准备这样做了。这一刻，莫说还有人为岳灵长老说话，甚至天道府的人也是开始对岳灵长老劝道：长老大人，虽然作为您的属下，我不该这样说，可是您毕竟是当家长应该说得出做得到，否则就是辱没了我天道府的名声啊！你这混账！听得此话，岳灵差点气得吐血。什么怕辱没了天道府的名声，明明就是怕被自己牵连，所以想让自己去死。好，你们真行！岳灵指着天道府的众人，手臂都在颤抖。他真是没有想到，生死关头，这些跟着他的人竟然会让他去死。但最终，他并没有对自己的手下如何，毕竟话是他自己说的，而他也清楚，今日他怕是真的无法活着走出月下迷宫了。可是他仍然非常的不甘心贵为天道府当家长老的他会被楚风这样一个小辈给逼死。于是他将那恶狠狠的目光投向了楚风，且指着楚风说道：楚风，你记住，我岳灵今日是被你逼死的，就算我变成了鬼，也不会放过你。好啊，那我等着你。对于岳灵的威胁，楚风则是轻蔑的一笑。听得楚风之话，看着楚风那轻蔑的笑容，岳灵顿时神情一变，就仿佛如梦初醒一般。先不说他死后会不会成鬼，单说他连活着的时候都不是楚风的对手，就算死后能够成鬼，又怎么会是楚风的对手？楚风可是龙纹界灵师啊，而界灵师一直都是邪祟之物的克星，楚风连月下迷宫的杀阵都能破，足以看出他界灵之术的强大。他就算变成鬼去找楚风，也注定是要被楚风折磨。这一刻，就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了。事到如今，他也有那么一丝后悔不该刁难楚风，若不是刁难楚风，他也不会被逼到今日的田地。命啊，这真是命啊！忽然，岳灵长叹一声，而此话落下之际，只听砰的一声，岳灵便爆体而亡。他的确自尽了。这位天道府的当家长老死了，被人活活逼死了。虽然今日逼死他的是众人，可所有人都清楚，他之所以会死，其实只因楚风，但除了天道府的人外，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在人们看来，他死得很是活该。天道府的杂碎，都赶紧给我滚！看到你们老子就恶心。虽然岳灵死了，可是雪刀狂魔的气却没有消，于是对天道府的众人大喝一声。这一刻，天道府的人们哪里还敢逗留，一个个如同老鼠一般灰溜溜的逃走了。而看着平日里趾高气昂的天道府之人，此刻竟然这般下场，没有人感到同情，反而都感觉畅快淋漓。人们都觉得他们是活该。然而在喝走天道府的人后，
雪刀狂魔忽然转身，对着楚风跪了下来，说道：“楚风小友，虽然之前冤枉你，是受岳灵挑拨，可是毕竟还是冤枉了你，在此老夫还是要向你赔礼道歉。楚风，请原谅我们。”而在雪刀狂魔之后，千万道身影竟全部半跪在了楚风的身前，请求楚风的原谅。这一刻，楚风的心中也是暖暖的。尽管这些人之前的确没有相信自己，可楚风看来那也是情有可原。现在他们对自己能心怀感激，便说明他们本性不坏。诸位，快快请起。虽然我们现在安全了，可是远古精灵现在却未必安全。楚风说道：“远古精灵，他们怎么了？”皇冠长老等人问道。杀阵开启，说明暗殿之人已经进入此处，而远古精灵其实也进入了月下迷宫，只是他们与我们近的并不是一个入口。现在想必远古精灵正在与暗殿之人厮杀，而他们这样做为的也是守护我们的安危。所以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所有修为在5帝境的前辈们，可否有人愿意与我同行，与暗殿之人一战？楚风高声问道。有。雪刀狂魔等几个老怪物率先响应，紧随其后，皇冠长老也是率领着德玉府的众位强者响应，就连妖兽们也是纷纷响应。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可谓是一呼百应。到达最后，此处的所有5帝强者竟全部要与楚风同行，去与暗殿之人一战。看着那高举手臂，用雷鸣般的声音响应着自己号召的5帝强者们，楚风也是倍感欣慰，因为现在来看，他之前拼命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白费。好，我们走。于是楚风便带着由1239位5帝强者组成的5帝大军前去支援远古精灵。月下迷宫入口很多，而楚风等人进入的是同一个入口，因为暗殿散播的地图便是从这个入口进。至于远古精灵与暗殿，则是走了另外一个入口，而楚风已然率领5帝大军进入了这个入口。这个入口同样是机关重重，不过有楚风与王强这2位龙纹界灵师在，人们倒也是有恃无恐，一路前行乃是畅通无阻。尽管一路走来没有任何状况，但是楚风却是越发不安，因为他有预感远古精灵肯定已与暗殿开战。终于，楚风等人前方出现了一个结界大门，而当楚风等人穿过结界大门后，便进入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但是这里很大，无边无际。楚风知道这应该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空间，就如同是血杀阵的中心区域一样，非常之大，并且这里有着一股特殊的力量，不仅可以干扰楚风的天眼，还可以干扰楚风的感应力。楚风只能看到视线之内的事物，但是进入此处后，楚风顿时眉头紧皱，一股浓郁的血腥气息扑面来，而顺着血腥气息前行，很快的楚风便发现了血迹，那血迹非常之多，几乎遍布各处。虽然没有看到尸体，但却这些已是足以说明此处发生过激烈的厮杀。糟了！当亲眼看到这些血迹后，楚风更是心急如焚。这里明明还只是此处的入口，但在这种地方便发生了争斗，说明暗殿的确是早有准备，很可能是暗殿埋伏了远古精灵，并且自从开始发现血迹之后，后面的血迹便越来越多，甚至开始发现惨死的尸体。不仅有远古精灵，同样有暗殿之人。可是看到这些尸体后，楚风本就不安的心悬得更高了，因为远古精灵的尸体远远超过暗殿之人的尸体，也就是说，远古精灵死去的人比暗殿要多很多。终于，楚风听到了阵阵轰鸣，而当靠近之后，那果然是远古精灵的人在与暗殿交手。只不过暗殿的人马数量并没有远古精灵多，可是他们之中却有一个很可怕的帮手，远古凶兽，足足10几只远古凶兽，个个都是5帝境的修为，最弱的都在3品5帝，最强的竟是4品5帝。就是这10几只可怕的远古凶兽，如今竟然在被远古精灵所用，攻击着远古精灵。本来这对远古精灵在人数上是占据优势的，平均实力要在暗殿之上，可是因为远古凶兽的帮忙，远古精灵现在处于绝对的劣势，已然死伤惨重，全都给我去死！看到暗殿之人，楚风顿时火冒三丈，挥动着盘龙怒斩，便直接出手了。与此同时，皇冠长老、血刀狂魔等高手也是纷纷出手。虽然远古凶兽很强，可其中最强的几只也只是4品5帝，哪里是楚风等人的对手？只是顷刻之间，暗殿便被斩杀的片甲不留，一切来得太快，远古精灵们还没反应过来，便发现暗殿之人以及远古凶兽都被杀死了。而当他们反应过来之际，顿时目瞪口呆，他们发现是楚风救了他们，不仅有楚风，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族以及妖族的强者，全部都是5帝强者，竟然有1000多人，而这1000多位5帝竟然对楚风为首是瞻，就像是小弟一样跟着楚风，其中还有如血刀狂魔这种早就名震5之圣土的大人物。这一幕实在是令远古精灵们震惊不已，一时之间有些摸不清头脑。前辈，落空大人，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楚风对2位老者问道。这2位老者都是4品5帝的修为，在这对远古精灵的人马中算是顶尖实力，而之前在会见落空大人时，楚风便见过他们，所以楚风觉得他们应该知道落空大人他们现在的下落。楚风小友，顺着此处直走便能找到落空大人。一位左脸带疤的老者说道。多谢。楚风抱拳道谢之后，也不过多废话，便转身离去。而那1000多位5帝强者也是一同跟了过去，望着楚风率领众人离去的背影，2位4品5帝的老者这时愣在了那里，此刻心情很是复杂。他们2位名为莫须与莫问，之前是负责守护仙玉音的，早在攻霸平原之时，他们就曾跟随仙玉音见过楚风。其实当听说楚风杀死仙玉音的时候，他们心中对楚风也是有些怨恨的。不管仙玉音如何混蛋，但总归是远古精灵，更何况他们2个之前一直守护着仙玉音，对仙玉音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可就在此刻，
他们对楚风的恨意开始无法自控的消减，因为楚风就在刚刚拯救了他们，并且他们也看得出来，楚风不仅拯救了他们，应该也拯救了被暗电骗入月下迷宫的众人，甚至还说服那些人来帮他们作战。这种种表现都是超乎想象的。若拿仙玉音与楚风比，那么仙玉音绝对会被比得一无是处，因为楚风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仙玉音。尽管他们对仙玉音有着特殊的感情，可是他们都非常清楚，眼下这种局面必须放下对楚风的偏见，因为远古精灵需要楚风，五之圣土更是需要楚风，甚至今日的这场战争也很有可能因楚风而发生逆转。虽然楚风只带来了1000多人，可那毕竟全部都是武帝，这么多的武帝对现在的远古精灵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